沈好好，你嫁进门6年，一个钟也不下，这是我儿的休书，今天就滚吧！尽心尽力侍候你们6年，确实该做个了断。我是沈好好，村里有名的悍妇。被休的那日，我削了钱婆女的头发，扛走我养了1年的猪。可我被休不足半月，媒人便寻到了我家，他要给我说门亲事。我给你说门亲事，那人是邻村的管夫，5年前死了女人，他是个猎户，每进山3、5日不回家是常事儿。他一进山，留下家中的2个孩儿不放心，便想着要寻个人帮他照看孩儿。他家只他和2个孩儿，嫁过去就是你当家做主。五郎又是个贴心人，绝不会叫你受半分委屈的。我应下了。好好，来，过来。这就是我跟你提过的人，名叫宋全，人可好了。你爹娘呢？在屋里，去里面坐吧。1年能得多少野物皮货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1年得的野物皮货可得30、40贯，运气好的话更多一些。家里还有2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孩子平时都做些什么？大郎今年虚岁10岁，有时也会跟着我进山去。秀儿还小，但是家里的活儿也能帮衬着做一些的。这也好，晚上一起喝点吧。年收入30、40贯，村里一般人家根本比不上。他看面相就不是个刻薄人，家中人口简单，我对这门婚事十分满意。若你嫁过去有了归属，别把我们忘了。哎呀，宋公子好酒量啊，以后你就是我姐夫了。有好处别忘了小弟啊。进来吧，过来吃点肉。娘，我姐是有福气的，这人还会给娃子肉吃。这人虽憨厚，但待人还行。自己回家这几日，没少受家里人白眼，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发出去，不如嫁他算了。天黑路滑，沈姑娘别送了。我的名声不好，你为何来我家提亲？那徐老三不是好东西，这不怪你。自打被休后，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不怪我。旁人说也就罢了，最伤人的话，总是从家人口中说出来。你挑个好日子，咱们成婚吧。村里人的日子本就艰难，正经娶妻也不会大操大办，酒菜里有几块肥肉已算好的了。更何况我是宋全娶的继室，可宋全却3书6礼，一样也没少的将我娶进了家门。我已是第2次成亲，第1次时年少，满心期待和紧张。如今我已做过6年人妇，早学会了镇定自若，亦学会了不过于期待。这点心很甜，我从不曾吃过这般甜的点心。这孩子倒是有心。二娘累了，今日就算了，待明日定然叫你们看个够。一个快而立之年的男人，竟有些清澈明朗。恍了吗？没有，这般明朗老实的男人挺好的。饿了一整日了吧？你且等一等，我看看厨下还有什么吃食。好。五郎这是疼心媳妇儿呢，连闹洞房都不让，真是把人宠上天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新媳妇儿看着文静，没想到五郎这般上心。给你端了碗面，咱们这地儿娶妻嫁女都会做，你先吃点垫垫。谢谢你。还要吗？吃饱了。你先换衣裳，我去给你打盆热水来。我5岁就跟着爹娘下地干活，嫁给徐老三后，更是没日没夜的操劳，从没有安安稳稳吃过一碗热饭。宋全竟亲自端饭给我吃，还要给我打热水洗漱，莫不是老天爷可怜我？我手粗，怕弄坏了，待我洗漱完了便换上。好。在想什么呢？这般容易害羞，倒不像个常年进山打猎的猎户。宋郎，我还是第1次被人侍奉。
我发妻还在时，每次我进山回来，都是他给我洗脚。直到他一病不起，我才知道，他平时操劳家务，脚都起泡结茧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，要让我的妻子活得轻松一些。原来是这样。虽然他走了，但你来了，我也要对你好。其实，我也是第一次穿礼衣，真的很舒服。我娘家穷，不舍得买细棉布去做礼衣的。你这次拿了这么多彩礼，我娘倒大方了一次。做主让我扯布，我便扯了细棉布，做了这2身礼衣，算是回礼吧。二娘有心了。村里人说，夫妻相得，鱼水之事便是人间美事。我从前不懂，直到今晚才知晓，原来真正的男人是这般温柔。原来我也可以是个温柔多情的女人。院里没个人声，只偶尔几声鸟叫，好似没人等着我做饭打扫，没人等我喂鸡喂猪。即便我就这样睡到天荒地老，也没人骂我打我。一切竟然都是这般好。二娘，这是前几日我找裁缝做好的衣服，应该合你身。这只木餐是我自己瞎做的，二娘可别嫌弃。多谢宋郎。锅里留了饭，你一会儿去吃。我现在出门一趟。从没人和我说过秀儿不会说话。秀儿，这样一个好看的小姑娘，竟不能开口说话，真是可怜。你是叫我去厨房洗碗吗？好，咱们一起去。慢点儿，别烫着，我自己来就好。吃吧，咱们一人一半，以后有我在，不会让你饿着的。秀儿，饿吗？已经中午了，宋郎他们可能一时回不来呢，我给你做吃的好吗？饿了吗？再等一会儿，面就擀好了。这是送你的小礼物，喜欢吗？莫哭，日后我带你上街去，你想要什么发带都给你买。怎的哭了？是不是受委屈了？大郎，叫你爹和秀儿去洗手，马上吃饭了。好。我不该贸然接过面袋子的。这般年纪的少年，大抵是极看重脸面的。二娘，辛苦你了。秀儿说谢谢你的礼物，她很开心。大郎，秀儿是个好孩子，虽然她说不了话，可她聪慧，仅凭着我的瞎比划和口型，就能看懂我要干嘛。二娘，今日辛苦了。我本想着早些回来收拾的，可牛车半路坏了，耽搁了些时间。没事儿，都是做惯了的。再说还有秀儿帮我呢。吃完饭你便歇着去，我来刷碗。我见过的男人，甚少有进厨房的呢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忙碌闲暇，女人们除了跟着男人做活，家里的活一点不能落下。3更睡4更起，男人若是不痛快，要打要骂随意。我以前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，受男人的气，受婆母的搓，好似都是天经地义的。二娘，我绝不这样对你。我嫁进来刚1日，就体会到了以前从没有过的轻松，像做梦一样。我们家挂的是猎户，没有田地，除了进山打猎，平日也无事可做。二娘不用太累，快去睡会儿吧。怎的还没睡？不困吗？今日起得晚，睡饱了。我看咱家后院空着，想翻一翻，种点秋菜，你说好不好？待明年天暖了，我便养些鸡，到时候母鸡生蛋，公鸡吃肉可好？好。厨房还缺个柜子，能不能打一个来？好。怎么就知道说好呢？
二娘做主就好。晚上熬的白粥，我也不会做旁的，你将就着吃一口。不将就，很好。你为何对我这般好？我多怕这些好都是假的，都是一场梦。男人对女人好，天经地义。这便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全部家当了。金钗是今日买的，还有这盒面樽，城里的妇人都拿它抹脸擦手呢。我说这是一场梦吧，我做梦都没做过这般的好梦。过几日我便进山，运气好能猎几交好货，卖了皮毛也就够咱们过个好年了。到时候再给你同孩儿们一人做一身新袄子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愿这场梦不要醒就好。二娘，日后你便管着咱家，咱们好好将日子过下去吧。秀儿虽不会说话，可心灵手巧，你莫要嫌弃她。大郎话少，可心地纯良，也是个好孩儿，他们定然会尊敬你。宋郎，这是我的家，你是我的男人，孩儿便是我的孩儿了，你不须如此的。即使以后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也会一如既往的对待大郎和秀儿。好，你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，我和孩儿们等你。二娘，我进山去了，家里就交给你了，照顾好自己和孩儿们，不要担心我。宋郎进山后，我便把后院空地翻了翻，种上一些菜。大郎看上去身形单薄，不像是进过山的，但总要添置些冬衣。我柜里有2匹新布，也可以给秀儿缝一套棉袄。大郎，过来，我给你量身，给你和你和妹做件棉衣，天快冷了。母亲，我有棉衣，不必做也可以的。这可不行，你身形单薄，寒气入体，可是要生病的。你若真心疼你爹，便缝身新袄子来穿。他这般辛苦，自是希望你同秀儿能过得好。再不久天就冷了，你若连件像样的袄子也没有，你爹该多难受。你好好想想。好。秀儿，带你爹回来，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皮子，到时给你做双小皮靴。不过我还不会做，得寻张婶子教我。点头啊。大郎，明天你在家看门，我带秀儿去三婶家一趟。好的，娘。过几天我带你们进城去，家里还缺少一些日常用物，明天我们先去交定金，坐三婶家的牛车去。五郎媳妇儿今日总算舍得出门了。我说五郎自己不出力门也就罢了，竟将新媳妇儿藏着掖着，不叫人看呢。原来是个这般旗舰的娘子啊！三婶儿，我明日同2个孩儿进趟城去，这是定钱。五郎命苦，父母去得早，也没个兄弟姐妹帮衬，好不容易娶了个贤妻，又是个病身子，生下的2个孩子身子也没一个好的。五郎辛辛苦苦赚的银钱就这样填了无底洞，你也莫怪婶娘话多，过日子还是节省些好。你看咱宋家傲的女人1年半载才进趟城，城里的东西可贵着呢。你刚进门几日，五郎不容易，你三婶儿的话是有些多了。你这是在警告婶娘。宋权尽心尽力的给大郎他阿娘治病，恰能说明他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。我家2个孩儿身子怎就不好了？秀儿心灵手巧，大郎孝顺，他们的父亲辛苦赚的钱，不给他们花要给谁去？宋权若是不再娶了，这2个孩儿谁来照顾？我听宋权说了，这些年他只要进山去，便将2个孩儿托付给本家人照看。可这照看也不是白照看的，可是每次都给了银钱的。看看2个孩儿，一个头发枯黄，一个瘦的穿衣都晃荡。孩儿们穿的衣服，听说也是各家的婶子和嫂嫂们帮着缝的。不如婶娘去将本家的娘和嫂们都请来算算账。宋权给了银钱，你们却将2个孩儿照干成这个模样，我的名声想必婶娘也听过。我今日说的话，婶娘也去各处传一传。各位收了宋权多少银钱，又是如何照看2个孩儿的事，我便不再提了。日后这2个孩儿便是有娘的人了。若谁还想着要说我们家的闲话，占我们家的便宜，那是万万不能的了。你家的牛车，我们不做也罢。你这妇人胡说什么？差点忘了，宋权说您家去年娶小儿媳，同他借过3两银子，我看三娘家的日子过得比我家强多了，今日就将这钱一并还我吧。我何时借过？宋权憨厚良善，却并不是傻子。
各家写的欠条都在我家的小木箱里收着呢，那上面可有三婶娘按的手指印。婶娘若是不认，我便送到官府去，叫官老爷们认。宋全不来要，是看在亲戚的面上不好开口。我同你们可没什么干系。婶娘是将银子还了，还是要我明日拿着欠条去衙门？婶娘没听说我拿杀猪刀帮人剃头发的事儿吗？五郎这是娶了个活夜叉呀！这银子我回去称一称，若是不够我还来。娘顺便便帮忙散一散，叫欠了我家银钱的都来还一还。真穷的也就罢了，若是家里有钱藏着不还的，便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待过完年我要送大郎读书去，欠我家的要一文不少的还来。读书？想瞎了你的心了！你以为那书是谁都能读的？一年锦书就要多少银钱，你可知道？一个后娘演得像真的一样，还读书。娘，我来寻你。你是想说你明日不同我们进城去了，叫我不用交你坐牛车的定钱了吧？不是，我是想说要和你们一道去的。现在就是你想去也去不得了，我将你三奶奶给得罪了。秀儿，你放心，日后有我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，也没人再敢说你是哑巴。我会好好待你，就像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。母亲，真的要送我去读书吗？自是真的，为何？你不是喜欢读吗？母亲可知读书要多少钱？那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我不知，只是我以为这事儿也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。母亲，你不必怀疑我的用心，亦不必感念。你若是读得好，日后有个一官半职，宋家算是改换了门庭。我日后生的男孩也不再是猎户的身份，他的兄长是官家人，他日后也能读书做官。生的女孩身份更是不一样了，他有个做官的哥哥，自能嫁个好人家。我若是读得不好呢？再不济，日后总能做个教书先生吧。若是做官不成，日后在乡里开个书馆，教孩儿们启蒙也是好的。你不是说读书须得许多银钱吗？到时你赚了银子，养着我们便是了。当然，你若是不想读也成，那便随着你爹进山打猎去，刚好省下了一笔银钱，我的日子也能过得宽裕些。大郎，我可是后娘，没那许多耐心，你可想好了再同我说话。母亲，我要读书。宋全不在的日子，我就抱着秀儿一起。第二日我们没能进城，牛车上的人约满了，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还钱的，皆是絮絮叨叨说了一堆不义，似听了他们的话，我便心软不要钱了似的。母亲，剩下的人家日子都不好过，那些钱要不就别要了吧。过几日待你爹回来了再说。对了，你爹是如何想到让写欠条的？他勉强能认得几个数字，可叫他写他也不会啊。5年前我娘病重，爹要拉我娘去城里找大夫，可钱不够。村东头的黄彪借过家里5两银子，爹去要，他不仅不给，还不认账。后来我娘就没了，再有人来借钱，又怕他们不还，便叫我写了欠条，叫他们按手指印。我那时年幼，字写得不好。你年纪那般小，就能将字写得齐整，已是大不易了。大郎，你幼时读的书吗？是我娘教的。母亲可听说过于孝林贪腐案？我外翁原是于孝林府上的管家，后来于孝林贪腐事发，我外翁受了牵连，被砍了头。我娘原是于府三娘子的贴身丫鬟，自幼跟着于三娘子一起认的字。后来于府的下人皆被拉到街茶发卖，我爹进城送皮货，见我娘可怜，便将她买回来了。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往事啊。大郎，你的阿娘也是个可怜的人，既有这般的底子，你爹怎么不送你去读书呢？我娘的病掏空了家底，那些时日连吃饱肚子都难。我娘走了，我爹便病了半月。我爹说要送我去的，我说等家里攒够了钱便去，一来二去就拖到了现在。我这人不大会说话，更何况是这样年岁的一个少年，实不知说什么才能安慰他。他失去了自己的亲娘，说什么才能叫他不难过呢？说什么也无用的。2日后，我们坐上了邻村的牛车，进了城，将要买的东西买了下来。我又带着2个孩儿去了文华书院，听说它是城里最好的书院，束修1年10两，如若需要管吃住，另外需要再加5两。若是再加上逢年过节给先生送礼、笔墨纸案的费用，1年少说也得30-40两。母亲，1年30多两，太贵了。不怕，
我同你爹供养得起，你挺胸抬头，活着就得有奔头。我和你爹尚且还有，你这样一个少年，怎能就此放弃呢？不过，书院不是什么人都要的，特别是大郎这样年纪的，都要考核1、2才能收。我不知人家考核的是什么。我倒是打听过，需要去买几本书，另外还要买笔墨纸砚，一下子花出去了2两多银子。看来这读书千真万确不是谁想读就能读的，它是真费钱啊！我肉疼得紧。可这些钱关系到一个孩儿一生的前程，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。你爹走了7日还不曾回来，也没个打听的地方。往日出去10多日也是有的，娘不用担心。担心也无用。我进城看有人往酒楼餐馆送干货，打听了一下，1斤干菌可得20文，20文也是钱啊。每日闲着无事，便带着阿秀上山去，深处不敢进去，便在近处捡拾菌子。这日和平常无异，大郎在房里温书习字，我在厨房做饭。秀儿将捡来的菌子在院子中晒下，便出门玩去了。不过1刻钟，门外便吵吵嚷嚷有人叫我。宋全媳妇儿，你给我出来，看看你家秀儿做的好事儿。你先放秀儿下来，有话说来便是。你看看你家秀儿，将我家柱子打成什么样了？你看，额头被砸了这么大一个包出来，我儿子都破了相了，以后怎么找媳妇儿？柱子娘，柱子哪里受伤了不成？我看这包也不大，若不仔细找，还真找不着。你这是护着你家孩儿，我儿子破了相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不是我说，这秀儿没娘没得早，没人教养也是有的。你说你这新嫁进来的后娘，也不知道教养规劝着点儿。现而今我家柱子破了相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你给我住口！孩子们打架总有个缘由吧？你可问过柱子，我家秀儿为何要打他？是用什么打的？若是他先动的手，这事儿又怎么说？难不成要我说你家柱子爹没得早？你这个亲娘教养不得当吧？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大郎，你出来！怎的？秀儿打了我家柱子，你还要打架不成？你让柱子说一说，秀儿为何要打他？就是我不小心推倒了他，他用石子扔我。听见了没？这是你家柱子说的，我家秀儿还没说呢。这是被你吓的。大郎，你问秀儿是怎么回事？秀儿说他们几个一起玩抓石子儿，秀儿连着赢了几次，柱子不高兴，一把将他推倒，还用脚踢他骂他。你和秀儿在一同玩是吧？童婶说说，秀儿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柱子都骂了什么？是珠子先推倒了秀儿，又踢了秀儿好几脚，说秀儿是个小哑巴，说宋五叔没眼光，看不上他娘，非要娶个被休的恶妇，还说秀儿是个累赘拖油瓶。好得很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他说的能信，那你家柱子的话能信？你给我听好了，若是日后再叫我听到什么哑巴、拖油瓶、累赘之类的，我可不是我家秀儿，绝不会只扔一颗石子儿。哈！你想怎的？你管教不好孩儿，我便替你教，顺便我再管管你这张碎嘴。你这恶妇，今日我便让你知道，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你这个被休的毒妇，你敢打我，欺负人了！救命啊！这个被休的毒妇要害我呀！真是没天理了！一个我男人没看上的寡妇，索宋儿子打我家的孩儿不说，还找上门来撒泼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你这被男人休了的毒妇，怎么勾搭上宋全的？宋老五真正是瞎了眼！你竟敢抓我儿的脸！我今日同你拼命！大郎，你带秀儿家去，看娘今天不撕烂他的嘴，叫他再说什么有娘没娘！你再敢来我家寻麻烦，我便拿杀猪刀等着你。不信你来试试。你给我等着瞧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倒是厉害，一个将我们3个打得这般狼狈。这事儿别叫你爹知道。大郎，你去将馒头热热，粥糊了，只能馒头就咸菜了。好，又上山了呀。你家宋大郎可真是个好人，可真是个大善人呐。王嫂、李嫂，你们也来采菌子啊？大郎，你昨日还叫我不要打架，你看今日大家待我的态度全变了，可见打架也有打架的好处的。
母亲，李寡妇这样的人，村里哪个妇人不怕她？你知道她男人怎么死的？喝醉了酒，被她扔在院里冻死的。她心可狠着呢，你怎么是她的对手？你若是吃了亏怎么办？咱们不惹事，可是遇见了事儿也不能缩头躲着。原先家里没个女人，她欺负你们，你爹一个男人也不好同她计较。如今有了我还能眼睁睁看着叫她欺负你们不成？母亲，我都这般大了，若是你同秀儿挨了打，我都不去护。读这书有何用呢？多好的孩子啊！有你这句话，书就值得读。宋全回来的那日下雨，我和秀儿上不了山，只能在家做点手工活儿。我给鞋垫做鞋底，那一双给7文钱。大郎每日读书，我给他房里燃了炉子，他却将炉子挪到了我们房里。爹，你回来了！我回来了。二娘，你猜我猎到什么了？这回咱们大郎就能读书了。是什么？我这次进山猎到了狍子和兔子，还有一只大猎物，卖了好价钱，足够大郎读书用了。看你又饿又累的，早点歇着，一会儿我帮你清洗一下，让孩子们也睡吧。我给他洗头擦身，他身上甚至没一块好肉，都是撞出来的，擦伤的。我给他剃胡子，他已累得闭眼睡着了，就这样睡了1天1夜才缓过来。这个男人啊，总是这样拼命。二娘，我清早将那大猎物拉到城里卖了。啊？怎么这么快就卖了？甚至都没带回村里。你可知道一只大猎物卖了多少钱？起码5两银子吧。卖了3000两。我早同收皮货的店铺说好的，若是有好货，店里派人同我从另一条路拉进城，不进村。若是将猎物拉回村里，不知有多少人要眼眼红生事了。这猎物是我一人在森林猎的，谁也不曾说过。我把迷药撒在他觅食的路上，见他吃了便远远跟着。他吃了迷药进洞睡觉，我在洞口挖了陷阱，又偷偷进洞去拿了刀子扎他的心窝。那猎物吃了痛竟然醒了，若不是我躲得快，他一掌已经拍在我背上了。他受不得痛，往洞外跑去，掉进了我设好的陷阱，被利刃刺了个对穿，如此才不动声色地将他杀死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二娘，是不是觉着我太自私？宋全，圣人都说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你如此这般才显得真实。我家的男人有勇有谋，通晓人情世苦，我开心还来不及。二娘，我有件事一直没敢同你说，今日终于可以说出口了。我答应过大郎要送他读书的，如今有了银子，待过完年我想送他去。这树参并不便宜，怕是这3000两还不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年纪正好，日后我多进几趟山，绝不叫你跟着我受苦。现如今我过的日子，已是我能梦到的最好的日子了。你这次能猎到猎物，纯属侥幸，真实情况定然比你说的危险千百倍不止。我不需过什么大富大贵的日子，你既娶了我，我同你便是一体的。我总不能日日除了吃喝便是躺着吧？大郎聪慧又能吃苦，他既然愿意读书，做爹娘的哪有阻拦的道理？我已想好了，咱们本是猎户，在村里也没田地。大郎若是读书，就要在书院借宿，吃喝也是一笔开销。我原想的件事，待年后就去城里寻个营生，然后再租个屋子，即可就近照顾大郎。你又不用再去拼命。二娘，你允我想想可好？好。很快便迎来了冬日的第一场雪，虽是第一场，却是雪大如席。我拿了更多的鞋底回家做，宋全也闲了下来，每日盯着大郎读书。虽他也不懂大郎读的什么，可他十分有耐心。我渐渐已能看懂秀儿的大半手语，便看秀儿说话。日子平常，可最难得的就是这平常2字。秀儿的头发不见多，我心里着急，便随着宋全进了一趟城。我们带秀儿去了医馆。这孩子身体无碍，只有头发长得不好，将头发剃了，再按方子吃药，吃完3副便可见效。没事儿，头发很快就会长出来的。待长出新头发了，定然是又黑又亮，到时候便用新买的发绳给你扎头发，好不好？乖，不怕，娘陪着你。谁说小孩没自尊不爱美的？这点像你。秀儿剃发之后，
再也不愿出门了。我给她做了顶帽子，她每天戴着，睡觉也不摘下来。秀儿的头发长得很快，快过年的时候已经可以出门了，每天跟我比划着要出门买年货。很快到了年下，家家户户都准备着备年货和肉，好给孩儿们过年打牙祭。宋全有心，不仅给家里买了，还给我娘家买了糖果瓜子儿，另又买了10斤猪肉。我们带着2个孩儿一同去的。哎呦，这宋女婿可真是有本事啊！宋女婿是个有本事的，看样子秋日没少猎好货吧？娘，你想多了，就是寻常猎物罢了。你对娘还不愿说实话？我说的就是实话。娘，我四姐真是孝顺，嫁的也好，瞧这气派，真是有福气。那是，我的眼光不会错的。我当时就觉得宋全不会差。再婚嫁的好是真，有福气也是真，可孝顺却不那么真。我家兄妹5个，我们姊妹4个，1个弟弟。家里的苦活累活都是我们姊妹干，年过节都是弟弟吃好的穿好的，我们连挑他剩下的吃都没资格，因为剩下的我爹要吃。到了嫁人的年纪，只要拿得出聘礼，我爹娘也不问人品如何，稀里糊涂就将女儿嫁过去。我大姐嫁了个土匪，嫁去的第2年便没了音信，从没提过要去寻我大姐。我二姐长得好看，便嫁给了一个60岁的财主做了妾。嫁过去2年后，那财主便得病死了。我二姐在那财主家守着个儿子艰难度日，因为心中愤恨，从不同家里来往。我三姐好些，嫁了同村的孤儿，家里虽穷，却有把子力气。我三姐夫老实，2口子每年除了伺候他家的几亩薄地，便是给娘家干活。即便如此，从没得到过娘家人的好脸色。我不嫁，那徐老三不务正业，手脚不干净，还好吃懒做。许家给的聘礼多，你就嫁过去，家里的事儿不用你管。女孩子家嫁谁不是嫁，能换些钱补贴家里也是你的福气。我家徐老三那年才16，他原本家庭还不错，老爹是富商的账房，后来传给了他。他好吃懒做，偷了放的钱财做假账，天天吃喝嫖赌，后来被查出来，赔了一大笔钱，从此越来越困难。我嫁过去6年，家里地里的活儿都是我一个人的，他们母子稍有不如意，便拿我出气。我那时年纪小，脾气倔，总是顶嘴。徐老三的娘便用各种名目罚我、搓磨我。没用的东西，连男人都管不住，还不会生蛋。我儿拿你赚的钱去花楼，都是你的错。快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打死你！没有，这是我辛苦赚的，绝不交给你。你交不交？我没有。沈好好，你这悍妇，敢拿棍打我，看我不休了你！我拿到休书的那日才知道，花楼有个哥没有了他的孩子，他只是寻个由头休我罢了。我孝顺，我实则是恨透了他们。同样是他们生的，儿子怎就那般值钱，女儿就这般轻贱？不是，有我呢，总得把话说清楚。日后不想来，便不来了。生女儿只为卖钱？宋女婿是个有本事的，今年定然有个大收成，应该不止30-40贯吧。勉强糊口，进一次山，等于把命也交给了运气，打多打少都是靠命换的。你这倔脾气，趁早改了才是。若是叫宋女婿生了厌，到时再将你休回来，我家变成了笑话。你2个侄儿娶媳妇儿都不好娶的。外祖母说的不对，母亲不是那样的人。母亲在家辛苦劳作，教养儿女，待我同秀儿视如己出，待我爹更是情深义重。自母亲嫁来家中，我家的炕是热的，衣服是软的，饭也是香的。他护我们，爱他们，永远都是我家的人。我爹为何要休妻？如何又舍得休妻？不在乎我的人，不值得我伤怀半分。我的东西自是要送给值得送的人。我们直接去了三姐家，把东西全留给了他们。三姐命苦，2口子又老实，没享过福，还总受别人气。你们就小时候三姐最照顾我，这份感情我一直记挂着。二娘些许小气。我哪里小气？我的东西送给三姐才是物有所值。对，二娘永远是对的。祝爹娘新年快乐，百年好合。接你的福，来，红包拿好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认真读书，金榜题名。二娘，这是你的压岁钱。佛祖讲久久归真，大郎说
久同长久的久字，我别无所求，只愿我们能长久些，更久些。总之，9是个好数字，你莫嫌少，收下吧。是啊，若是能长长久久的相伴到老，便没什么比这更好的了。二娘，你看这日子多好，杏儿娶了二娘，我同孩儿们才有了家。杏儿遇见了你们，我也才算有了个家。过完年一开春，我们举家搬到了城里，在城里租了一个院子。二娘，这个院子前面是间铺子，后面有3间房和一个小厨房，后院有个菜园子。我打算开个皮货店，我同猎户们都熟悉，只要价格公道，生意自然不会差。每一季宋全都要押着皮货去一趟京城，再从京城带回布料和新的衣服样式。大郎每天去书园读书以写文章，我也学会了认字。宋全不在时，便带着秀儿守着铺子。做生意并不如想象中简单，要打点官府，与地头交好，还得应付同行排挤。有时押货遇见土匪，那便是一文也赚不到，亦有性命之忧。我同你成婚10年，也不曾生下一男半女，郎中没少看，药也没少喝。二娘，你不要难受，大郎同秀儿爱你敬你，同你亲生无异。汤药我早喝够了，你既然这样说，我听你的就是。大郎争气，22岁中了进士，进了翰林院。思乔是陈翰林家的长女，当年是他先瞧上了我家大郎，围追堵堵，终是打动了大郎那颗石头心。我们在京城买了个小院，给秀儿招了个上门女婿，名叫银霜，没家没姓，名字花哨，人生的也花哨。可他待秀儿真心实意，再好不过。如今还管着生意上的事儿。永和27年，我儿大郎已是5品京官。我们上了年纪，宋全想着有生之年能回乡祭祖。大郎孝顺，立时告了假，同秀儿带着我们一家老小出发了。一别家乡10多年，倒想好好看看家乡的模样。虽然我未到而立之年，却有着落叶归根的感觉。那要不要赋诗一首，题名为《乡愁》如何？那是我一人押货，总觉着路长的看不到头，如今再走，不知不觉便要到了。卢叶，那可不是有我们陪着你吗？你不寂寞，走起来便快了。呵呵，墨儿说的对，因为不寂寞，走起来便快了。你祖父当年心里面有姓挂呀，他心里装着祖母、你爹还有你姑姑，总想着他不在家，我们会不会受欺负，能不能过得好。心有凤挂，便觉路长梦多。是啊，我总担忧有人来寻麻烦，你忍不住同人家吵怎么办？他们若是动手呢？你扯头发抓脸那套怎么能打得过？我走时说的话你定然不会听。他们若是为了讹钱，你肯定不会给钱。大郎在书院，秀儿又不顶事儿，待我回去一定要雇个伙计，我不在时，他便能护着你。每日就想着这些，日子怎的那般长？可谁知道一转眼就老了呢？可不是一转眼就老了吗？村里认识的老人已去了大半，连当年和我撕扯打架的李寡妇都走了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人已不是当初的人了。听闻徐老三在城里赌钱，输光了家产，妻儿均被毒房老板带走卖了，还打折了腿，做了花子，在一个冬日冻死在了街头。一出生就比别人强，最后却过成这样，他的一生就是个笑话。明日就要启程回去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怎知道此处的？我给大郎他娘烧纸，从这儿过去是近道。每每我路过这儿，总有人在那田埂下挖土，不一会儿便挖出个罐子，再往里面丢几个铜子儿进去。我见过给死人烧纸钱的，却从没见过给送真铜板的，便好奇想看看啊。我便蹲在这田埂上面听着。那人每次都要将钱拿出来数一遍，再骂一通人，然后又对着那寻不见的坟坡许愿。谁会同去世的人许愿呢？可那人偏对着那里说，希望被夫家休回家去。我觉得有意思，每每路过都要偷听，听着听着变成习惯了。你说那里现在还有铜钱吗？想什么呢？我嫁你的前2日就挖出来了，一共427个铜钱。记得倒清楚。
对那时的我来说可是一笔巨款。我都想好了，你若是待我不好，我便要带着那些铜板走的。你傻不傻？就那点钱能让你撑几天？只要活着就有路走，怕什么？我就是瞧上了你这股劲儿。原来你是那时瞧上我的呀！你知我在意，今天便同我说了。